还记得昨晚做的梦吗？如果你想了半天，发现什么都想不起来，这完全正常。事实上，大多数人每天晚上都会做4到6个梦，但醒来后几乎什么都不记得。这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做梦，而是因为你的大脑在睡眠时处理记忆的方式与清醒时不同，大部分梦境内容都没能被成功记住。但是偶尔你可能会想起一些片段，也许是一个模糊的场景，也许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也许是一个已经不认识的脸庞。这些碎片就是你与自己的梦境世界相遇的证据。要理解清醒梦，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普通人的梦境是怎么形成的。每个人每天都会做梦，平均而言，一个人一生中大约有6年的时间都在梦中度过。梦通常发生在睡眠的快速眼动阶段，也就是 REM 睡眠期。在这段时间里，你的大脑并没有完全休息，而是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工作状态。神经元在毫无逻辑的规则下自由放电，于是产生了那些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场景。你可能在梦里变成了小学生，在熟悉的街道上迷路，遇到早已故去的亲人，或者莫名其妙地被追赶、被考核、被评判。这些梦境有一个共同特点，你身在其中，却浑然不知自己在做梦。你不会质疑街道为什么突然变成了悬崖，也不会惊讶自己为什么突然会飞。你像一台被动放映的电影，接受着梦境给你的一切画面，却完全没有我这个意识的存在感。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梦境体验会彻底打破这种被动状态。当你意识到我现在正在做梦的那一刻，整个梦境突然变得不一样了。你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审视自己的梦境，你开始意识到周围的一切都是大脑创造出来的幻觉，而你有能力去改变它、创造它，甚至控制它。这就是清醒梦，一种意识完全清醒的梦境状态。在清醒梦里，你可以做到很多平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感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快感。你可以穿越时空，回到童年，重新看一眼那个早已消失的老房子。你可以凭空变出一杯热可可，或者召唤一位你最崇拜的偶像，与他促膝长谈。你甚至可以尝试各种在现实中不敢做的事情，从高楼上纵身跃下，然后轻松漂浮起来，或者当众演讲，发现自己居然口若悬河，毫无惬意。清醒梦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这些奇妙的体验，更在于那种知与行同时存在的奇妙感受。普通的梦境，你只是在看一场电影，而清醒梦，你既是观众，也是导演，还是演员。这种同时扮演多重角色的体验，是清醒梦最独特的魅力所在。你可能会问，这种体验是真的吗？还是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玄学？科学研究表明，清醒梦并不是玄幻或迷信，而是一种有着明确神经科学基础的现象。早在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就通过脑电波监测，证实了清醒梦的存在。当一个人宣称自己正在经历清醒梦时，他的脑电波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模式，前额叶皮层高度活跃，而这种脑波模式通常只出现在人清醒时才会出现。这说明清醒梦中的人确实同时处于睡眠状态和清醒意识状态，两个看似矛盾的状态在大脑中同时存在。
更有趣的是，科学家还找到了与清醒梦相关的特异性脑电波模式，一种被称为清醒梦波的脑波信号。当这种信号出现时，做梦者就有能力与外界进行沟通。科学家设计了一套实验，让正在经历清醒梦的受试者通过眼动信号与实验室进行实时沟通。受试者需要在梦中通过特定方向的眼球运动来回答问题，结果令人震惊。受试者能够在梦中回答“你现在能看到什么？你现在是否在做梦？”等问题，而且回答的准确率相当高。这直接证明了清醒梦中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可以与外界沟通的。这种可以实时对话的能力，让清醒梦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研究窗口。科学家第一次能够直接询问梦境中的意识：你现在在想什么？你能看到什么？你能感觉到什么？而得到的回答，为我们理解意识和大脑的本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洞见。但奇怪的是，这种神奇体验虽然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却只有约20%的人能够经常性的体验清醒梦。这意味着每5个人中大约只有1个人能够主动的、有意识的进入清醒梦。大多数人偶尔会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好像在做梦，但还没来得及思考，这种感觉就消失了。梦境继续以它自己的方式运行，直到你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多数人无法掌控自己的梦境？这种能力究竟能不能被训练出来？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大脑在清醒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复杂，但请放心，我会用最通俗的方式为你解释。要理解清醒梦的大脑机制，我们不妨先做一个比喻，想象你的大脑是一台超级计算机。当它处于清醒状态时，所有的程序都在高速运转。视觉处理程序负责处理你看到的每一帧画面，听觉处理程序负责分析周围的声音，逻辑分析程序在后台默默计算，情感反应程序随时待命。这台计算机同时运行着成百上千个进程，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巨大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白天高度集中注意力处理复杂任务时，会感到特别疲惫。你的大脑在全力运转，而当你进入睡眠状态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程序开始进入休眠模式，视觉处理程序几乎关闭，因为你的眼睛闭着，没有什么画面需要处理。逻辑分析程序的运行速度也大幅降低，你不再需要分析复杂的数学题或者规划明天的会议。与此同时，大脑开始运行一些平时不会运行的后台程序，这就是梦境。在普通梦境中，自我意识这个核心程序基本上是关闭的。你不会质疑自己是谁，不会思考存在的意义，也不会在梦境中追问这是真的吗？你的理性之眼闭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原始、更加感性的思维方式。所以梦境中充满了各种不合逻辑的跳跃。你可以从一个办公室瞬间切换到海底世界，可以和一位刚认识的人突然变成生死之交的老友，可以接受任何荒诞的事情发生而不觉得奇怪。但是清醒梦却诡异的像是一台同时运行2个系统的电脑。在清醒梦发生的时候，睡眠模式和清醒模式同时在线。你既处于睡眠状态，身体肌肉被抑制，
无法真正移动，同时自我意识又完全清醒，可以思考，可以质疑，可以决策。这种双重状态的出现，是清醒梦最神奇也最让科学家着迷的地方。脑成像研究为我们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当清醒梦发生时，大脑的特定区域会呈现出独特的激活模式。首先，高度活跃的是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这块区域位于我们额头后方的大脑表层，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后发展出来，也是最高级的脑区之一。前额叶皮层负责高阶认知功能，包括逻辑推理、自我意识、计划决策、批判性思维等等。简单来说，前额叶皮层就是让我们成为理性人的关键脑区。在普通梦境中，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是很低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不会在梦里做数学题或者规划旅行路线。但是当清醒梦发生时，前额叶皮层却变得异常活跃，它的活跃程度几乎和清醒状态时一样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清醒梦中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梦，能够进行逻辑思考，能够做出有意识的决定。与此同时，另一个脑区的活动却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杏仁核变得异常安静。杏仁核是大脑深处一对杏仁形状的小结构，它负责处理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每当你感到害怕、紧张或者面对威胁时，杏仁核就会被激活。它是人类的警报系统，让我们能够对危险做出快速反应。在普通梦境中，杏仁核的活跃度往往是增加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梦境充满了恐惧和焦虑。你可能在梦中被追赶、被攻击，或者发现自己赤裸站在大街上。这些梦境中的恐惧感往往比现实中的还要强烈，但是在清醒梦中，杏仁核却异常安静。这说明梦中人虽然意识清醒，却几乎感受不到恐惧。科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清醒梦中的意识能够以一种更超然、更冷静的视角来看待梦境中的事件。你知道这只是梦，所以恐惧感大大降低。前额叶皮层的高度活跃，加上杏仁核的异常安静，共同造就了清醒梦中那种独特的全能感和无畏感。你既能思考、有意识、有决策能力，同时又不会被恐惧所束缚。这种状态简直就像大脑给你发放了一张无限自由卡，让你可以在梦境中做任何事情。更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已经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在清醒梦发生期间与做梦者实时沟通。这种沟通是通过眼球运动信号来实现的。事先约定好，当清醒梦中需要回答问题时，通过特定方向的眼球运动来传达是或否的答案。科学家会问：你现在能看到什么颜色？你现在是否在做梦？你现在正在看你的手吗？等问题。而受试者会通过眼动来回答。这些实验的结果不仅证明了清醒梦中的意识是真实清醒的，还揭示了一些令人着迷的现象。比如，有些受试者报告说，在清醒梦中，他们能够看到清晰的画面，甚至比在现实中看到的还要清晰，还要鲜艳。有受试者说，他们看到了比任何显示器都要逼真的梦境世界。这些描述与我们通常对梦境的模糊、混乱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意识在睡眠中究竟去了哪里？
这个问题可能触及了意识研究最深层的谜题。清醒梦让我们看到，意识并不是简单的开或关状态，而是一个连续谱系。在清醒和睡眠之间，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清醒梦就是其中最有趣的领域之一。当你在清醒梦中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时，你的大脑正在进行一种独特的自我监控，它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梦境中的演员，完全沉浸于梦境的世界；另一个是旁观者，冷静地观察着整个过程。这种双重视角的产生，可能涉及到大脑默认模式网络和执行控制网络的同时激活。前者负责内部叙事和自我参照，后者负责对外界的监控和批判性思考。两个系统在清醒梦中的同时运作，让人类第一次能够看见自己做梦的样子。理解了这个机制之后，你可能会更加好奇，既然清醒梦如此神奇，那它究竟有什么用处？为什么有人愿意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练习它？那些已经掌握了清醒梦技术的人，他们的真实体验是什么样的？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位叫洛琳·舒尔伯格的美国女士，曾经长期被严重的噩梦困扰。在一次严重的车祸后，她开始反复梦见自己被一辆卡车追赶，无论她怎么跑都跑不动，眼睁睁看着卡车越来越近，最后压向她的身体。每次从这样的噩梦中惊醒，她都会浑身冷汗，心跳加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平复。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严重影响了她的睡眠质量和生活品质。直到她参加了一个清醒梦治疗项目，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她学会了在噩梦中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当她再次在梦中被那辆卡车追赶时，她不再是无助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拥有全知视角的观察者。她意识到这只是大脑创造的一个画面，不是真实的过去。她可以选择让卡车停下，可以选择从梦中醒来，甚至可以选择把卡车变成一只无害的小猫。这个转变彻底改变了她与噩梦的关系。虽然噩梦的场景仍然会出现，但她再也无法控制它。她的睡眠质量显著改善，白天的焦虑也大大减轻。这个案例被记录在清醒梦研究的经典文献中，成为清醒梦疗愈价值的最好证明之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清醒梦是一场奇妙的冒险和娱乐。想象一下，在结束了一天的疲惫工作之后，你躺在床上沉入梦乡，你发现自己正在一片无人的海滩上，海水是透明的蓝绿色，沙滩细腻如丝。你展开翅膀，在空中自由翱翔，越过波涛，穿过云层，来到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童话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体验任何你想体验的感觉。而第二天醒来时，你甚至还记得梦中的每一个细节，那种自由和快乐的感觉久久不散。对于清醒梦爱好者来说，这样的体验本身就是无价的。它不是逃避现实的借口，而是对生命维度的拓展。当你在现实中承受着各种压力、责任和束缚时，清醒梦提供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在那里，你是你自己宇宙的造物主，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清醒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在心理咨询室里，清醒梦正在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治疗工具。
对于那些长期被噩梦困扰的人来说，清醒梦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救赎。你可能很难想象噩梦的可怕程度。对于一些严重的噩梦患者来说，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恐怖电影。他们在梦中反复经历同样的创伤场景，可能是溺水、被追赶、被攻击，或者亲眼目睹某种可怕的灾难。更糟糕的是，这些噩梦会在每个夜晚重复上演，严重影响睡眠质量，甚至导致白天也充满了焦虑和恐惧。研究显示，清醒梦可以有效减少噩梦带来的焦虑和恐惧。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时，他同时也会意识到梦中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这种认知上的转变能够显著降低梦境中的恐惧感。你不再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拥有全知视角的旁观者。你可以选择逃跑，也可以选择面对，甚至可以选择让噩梦场景瞬间消失，因为你知道，这只是梦，没有什么能真正伤害你。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来说，清醒梦的价值更加突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往往伴随着侵入性的创伤记忆闪回，患者会在不经意间重新经历创伤事件的画面和情绪。有些患者甚至会在睡梦中反复经历创伤场景，这让他们的睡眠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地狱。研究表明，清醒梦可以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疗愈空间。在清醒梦中，患者可以重新回到创伤场景中，但这一次，他们不是那个无助的受害者，而是全知全能的观察者。他们可以亲眼看着创伤事件发生，同时意识到这只是大脑创造的一个画面，不是真实的过去。这种超然的存在方式能够帮助患者与创伤记忆建立新的关系。他们不再是记忆的囚徒，而是记忆的掌控者。当然，这种治疗方式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因为贸然让患者面对创伤记忆，可能会引发情绪的失控。但是，在正确的引导下，清醒梦确实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疗愈潜力。更令人惊讶的是，清醒梦甚至被用于提升运动表现。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梦中练习怎么可能提升现实世界的技能呢？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研究却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在一系列实验中，研究者让运动员在清醒梦中反复演练他们在现实中需要完成的技能动作，比如让一位钢琴演奏者在清醒梦中练习一段困难的钢琴曲目，或者让一位篮球运动员在清醒梦中练习罚球。实验结果显示，那些在清醒梦中反复练习的运动员，在现实中的表现确实有了显著提升。他们的动作变得更加流畅，对肌肉的控制也更加精准。科学家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清醒梦中的神经活动模式与真实练习时的神经活动模式非常相似。大脑并不会区分真实的练习和梦中的练习，它只知道哪些神经通路被反复激活，然后相应地强化这些通路。所以，当你在清醒梦中练习高尔夫挥杆时，你的大脑确实在强化与挥杆相关的神经连接，这些连接在现实中也会变得更加高效。这给专业运动员和表演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训练路径。当他们因为受伤而无法进行真实练习时，清醒梦训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和提升技能水平。
事实上，很多顶级运动员和表演者都在私下使用清醒梦训练作为他们训练计划的一部分。清醒梦还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价值：激发创造力。艺术史上最惊人的清醒梦案例之一是萨尔瓦多·达利和托马斯·爱迪生都声称通过清醒梦获得了创作灵感。达利是超现实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很多著名画作都充满了梦境般的意象，融化的钟表，漂浮的幻想，无限延伸的空间。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奇异的画面一定是嗑药刻出来的，但实际上，达利曾经明确表示，他的很多灵感来自清醒梦。他会在入睡前有意识地进入清醒梦状态，然后在梦中观察那些奇异的画面，醒来后迅速将它们记录下来，转化为画布上的作品。爱迪生则是发明家中的传奇。据说爱迪生有一个独特的习惯，他会坐在椅子上，手里握着钢球，打盹儿进入睡眠状态。当他开始做梦时，手中的钢球会掉落，发出声响把他唤醒，而他会立刻把梦中的灵感记录下来。有研究者认为，爱迪生可能是利用清醒梦的边缘状态来获取灵感。在清醒与睡眠的交界处，意识变得异常活跃，想象力也达到了顶峰。类似的故事在艺术和科学史上还有很多。音乐家保罗·麦卡特尼据说在梦中听到了昨天的旋律。化学家门捷列夫据说在梦中看到了元素周期表的排列。数学家笛卡尔据说在梦中发现了坐标系的基本原理。虽然这些故事的具体细节可能有所夸大，但它们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现象：梦中意识确实能够产生独特的创造性和洞见。科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清醒梦状态下，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会被强烈激活。默认模式网络是一组在休息时活跃的脑区，它与我们的大脑漫游、发散性思维、创造性联想密切相关。在清醒状态下，这个网络经常被外界刺激和任务需求所抑制。但在清醒梦中，当你的意识变得清醒，但逻辑束缚大幅减少时，默认模式网络可以自由运转，产生各种奇异的联想和组合。这就是清醒梦的价值。它不仅仅是玩梦境的娱乐方式，更是一种可以用于疗愈、训练和创造的工具。它是人类意识潜能的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内心世界，也可以触碰到平时触不到的创造源泉。也许你会觉得这些都是专业人士才能做到的事情，与普通人无关，但实际上，清醒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这些高大上的应用。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清醒梦最直接的价值是一种深层的自我探索和心灵疗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夜晚，你梦见了已经故去的亲人，梦醒了，那种温暖的情感还在心间久久萦绕。又或者，你梦见了某个深藏在心底的愿望，在梦中它居然实现了。醒来后，你发现枕头湿了一片。这些梦是我们的潜意识在试图与我们对话，它用象征和隐喻的方式诉说着那些在清醒时被我们忽略的情感和需求。而在清醒梦中，这种对话可以变得更加深入和主动。你可以主动进入那个场景，主动与梦中的人物对话，主动探索那个象征的意义。也许你会在清醒梦中遇见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部分，
那个你一直在逃避的自己，那个你从未敢正视的恐惧。清醒梦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舞台，让你可以与自己的内心深处相遇，而这种相遇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疗愈和成长。那么，既然清醒梦如此有价值，我们普通人能否学会它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比你想象的更简单。接下来的内容，我将为你介绍3种最经典的清醒梦入门方法，帮助你迈出掌控梦境的第一步。这些方法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也不需要超长的天赋，只需要一点点耐心和练习。如何进入清醒梦？想要进入清醒梦，你需要先学会在日常生活中怀疑现实。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我们每天都在清醒的生活，怎么会怀疑现实呢？但请仔细想想，在白天的忙碌中，你有多少次是自动驾驶地完成了各种活动？刷牙、洗脸、走路、开车、上下楼梯，这些动作你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以至于他们几乎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参与。你可能在刷牙的时候想着今天的工作汇报，可能在开车的时候惦记着晚上的约会，可能在走路的时候神游到了108000里外。这种自动驾驶状态其实和梦境中的状态非常相似。在梦中，你的意识也是模糊的、不警觉的，你不会对周围的事物进行认真的观察和判断。所以，当你能够在白天频繁的觉醒，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正在想什么，你就在为清醒梦做着最基础的准备。清醒梦入门的核心心法，就是这个看似疯狂的原则。在白天频繁问自己，我现在是醒着还是做梦？当你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在梦中你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个疑问。而当你在梦中问出这个问题，并且真的去检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梦境和现实的区别，而这正是清醒梦的起点。基于这个原理，科学家和清醒梦爱好者们总结出了3种最有效的入门方法。第一种方法叫做现实检视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某些特定事物的稳定性，来训练你的梦境辨别力。在现实中，这些事物是稳定的，但在梦中，它们会发生变化。你可能不知道，在梦境中，文字和数字是最不稳定的事物之一。当你看一段文字时，第一眼可能是对的，但当你再看第2眼，同一段文字可能已经变成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文字，或者变成了乱码，或者直接消失了。时钟也是一样的，在梦中看时间，第一眼可能是下午3点，再看一眼可能就变成了凌晨5点，再看一眼又变成了不存在的时刻。利用这个特性，你可以有意识地在白天进行现实检视，每隔一段时间就停下来看一眼周围的文字或时钟，然后移开视线再看一眼。如果2次看到的完全一致，那就说明你是清醒的；如果不一致，那就说明你可能正在做梦。更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习惯带到梦中，在入睡前对自己重复默念：明天当我在梦中时，我要检查文字和时钟。当你真的在梦中醒来，或者在梦中突然产生疑问时，立刻去看一段文字或时钟，看它是否稳定。如果不稳定，那就说明你正在做梦，而你已经成功进入清醒梦了。第2种方法叫做梦境日志法。
你可能会想，如果我根本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梦，怎么可能进入清醒梦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每天晚上都会做好几个梦，但醒来后却一个都不记得。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做梦，而是因为睡眠时大脑负责记忆巩固的系统也处于休息状态，大部分梦境内容都没有被成功编码成长时记忆。梦境日志法就是通过系统性的记录梦境来提高你的梦境记忆能力。具体方法是，在床头放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每天早上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回忆刚才的梦境，然后尽可能详细的把所有能记得的内容都写下来。不要管写得好不好，有没有逻辑，只要记录下来就行。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写出一些模糊的片段，比如好像梦到了学校，好像有人在追我，这完全正常。继续坚持，每天记录，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能记住的细节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当你养成了记录梦境的习惯后，你的大脑会自动分配更多资源来处理梦境记忆，就像你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后，会对每天发生的事情记得更清楚一样。当你的梦境记忆能力提升之后，你就可以在日志中加入清醒梦的元素了。比如，在每次记录梦境时，问自己，这次梦境中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如果有一次你回答有，那就说明你曾经短暂地进入过清醒梦，这会给你极大的信心，因为证明你的大脑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第三种方法叫做梦中觉醒法，这种方法稍微复杂一些，但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清醒梦触发技术。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当你在梦中时，如果你能在梦中主动检视自己的状态，你就自然进入了清醒梦。而梦中觉醒法的核心就是训练你在梦中进行这种检视。具体操作方法是，在入睡前进行一段冥想，想象自己正在经历一个梦境，在梦中你突然意识到我是不是在做梦，然后想象你真的去检查，你去看周围的文字，它们扭曲了；你去看时钟，它显示了一个不可能的时间；你捏自己的鼻子，你居然还能呼吸。在梦中，所有的检验都指向一个结论：这不是现实，是梦境。通过反复的想象练习，你的大脑会在真正的梦境中也触发同样的思考模式。当你真的在梦中时，你可能会突然产生同样的疑问，然后同样的检验程序会自动启动，而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清醒梦。这三种方法看起来简单，但它们背后都有深刻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原理。现实检视法利用的是梦境中感官信息的不稳定性，训练你对现实的敏感度。梦境日志法通过提高梦境记忆，为清醒梦提供必要的原材料。梦中觉醒法则直接在大脑中建立清醒梦的触发器，但很多人尝试后会发现自己根本记不住梦境，或者刚意识到在做梦就立刻醒来了。这是清醒梦入门最常见的两个障碍。为什么清醒梦如此难以维持？进入和保持清醒梦的关键区别在哪里？这其实涉及到清醒梦的一个核心悖论：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本身就会增加你的清醒度，而这种清醒度太高时，会反过来激活你大脑中的觉醒系统，导致你从梦中醒来，就像你在睡梦中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有工作没做完，
然后越想越清醒，再也睡不着了。所以，真正的挑战不只是进入清醒梦，还包括保持清醒梦，而这需要一些特殊的技巧。接下来的内容就是关于如何提高清醒梦成功率的实战秘诀，清醒梦小技巧让成功率翻倍的实战秘诀。掌握了基础方法后，你会发现自己清醒梦的成功率仍然很低。别灰心，这是完全正常的。根据清醒梦研究者斯蒂芬·拉伯吉的调查，大多数人在第一次尝试清醒梦后，成功率可能只有10%到20%。也就是说，你尝试10次，可能只有1到2次能够成功进入清醒梦。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个比例可能更低。但是别担心，这里有一系列经过众多梦境探索者验证的小技巧，能让你的成功率从20%提升到80%以上。这些技巧不是什么玄学，而是从大量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有效方法。第一个技巧叫做睡前冥想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在入睡前进行一段专门的冥想，想象自己正在做梦的场景。操作方法很简单，在你准备入睡时，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开始进行深呼吸，让自己进入一种放松但警觉的状态。然后开始在脑海中想象一个场景，你正在经历一个梦境。在梦中，你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你想象自己环顾四周，想象自己检查文字或时钟，想象自己尝试飞翔，或者做其他你在清醒梦中想做的事情。不要小看这种想象练习的力量。当你反复在脑海中模拟清醒梦的场景时，你的大脑会建立相应的神经通路。这就像运动员在比赛前反复想象自己的动作要领，当他们真正上场时，动作会变得更加流畅。同样的原理适用于清醒梦。你在睡前反复演练清醒梦的情境，当你真正在梦中触发清醒梦时，大脑已经准备就绪了。这个技巧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它能帮助你更快入睡。当你专注于呼吸和想象时，外界的烦恼和焦虑会被暂时屏蔽，你的神经系统也会逐渐进入睡眠模式。而当你能够快速、轻松地入睡时，你也更容易在睡眠中保持对梦境的觉知。第二个技巧叫做睡眠周期法。这种方法利用的是人类睡眠周期的规律。我们都知道，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约是90分钟，包括浅睡期、深睡期和快速眼动期。在一个夜晚中，我们会经历4到6个这样的周期，而清醒梦最容易发生的时机是在快速眼动期的开始阶段，也就是我们从睡眠中短暂醒来，又重新入睡之后。具体操作方法是设置一个闹钟，在入睡后大约4到6个小时把你叫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正好是凌晨4点到6点之间。然后立即起床，保持清醒，1到2分钟可以去上个厕所，或者喝点水，或者简单的在房间里走走，然后重新躺回床上，准备再次入睡。在你再次入睡时，你的大脑会迅速进入快速眼动期，而这一次，你的大脑已经准备好了，更有可能触发清醒梦。这种方法被称为多项睡眠诱导法，被很多清醒梦爱好者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当然，这种方法会打乱你的正常睡眠周期，所以不建议长期使用。但作为偶尔的清醒梦强化训练，
它确实能够显著提高成功率。第3个技巧叫做梦境触发物法，这种方法利用的是潜意识的联想机制，在枕边放置一个特定的物品，比如一个小熊玩偶、一枚特殊的戒指，或者一本特定的书，然后在入睡前反复告诉自己，当我在梦中看到这个物品时，我就知道我是在做梦。当你养成了这个习惯后，这个物品就成为了一个梦境触发物。当你在梦中看到它时，你的大脑会自动激活清醒梦的意识，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听到铃声会流口水一样。你看到触发物，就会意识到自己在做梦。这个方法的关键是选择一个足够独特、足够有意义的物品，并且每天晚上入睡前都要强化这个联想。可以把它放在你一定会看到的地方，比如枕头旁边，或者用一根绳子挂在床头，让你一躺下就能看到。你可能会问，这些技巧听起来都不难，为什么我尝试后还是经常失败？这是因为清醒梦的入门确实需要时间和耐心，就像学习任何新技能一样，你需要给大脑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大多数人需要坚持练习2到4周才能看到明显的进步。同时，你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清醒梦不是一种可以强行控制的体验，你只能创造条件，让清醒梦更有可能发生，而不是强迫它发生。如果你过于焦虑或者执着，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焦虑会让你无法放松，无法入睡，自然也就无法进入清醒梦了。另一个常见的失败原因是，太多人把注意力放在了进入清醒梦上，而忽视了清醒梦的保持。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最难的不是第一次进入清醒梦，而是如何让清醒梦持续更长时间。因为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你的兴奋感会瞬间飙升。天哪，我在做梦，我在做梦。这种感觉太过强烈，以至于你可能还没来得及做任何事情，就已经因为太过激动而醒来了。所以，在追求进入清醒梦的同时，你也需要学会如何稳定它，保持它。如何让梦境世界更持久？进入清醒梦只是第一步，很多新手会在几秒钟内因为太过兴奋或用力过猛而醒来。清醒梦就像抓不住的蝴蝶，你越想抓住它，它就越容易从你手中溜走。这种体验让很多初学者感到沮丧，他们觉得清醒梦太难了，自己根本做不到。但实际上，这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学会轻柔而稳定的握持技巧。一旦你掌握了这个技巧，你会发现清醒梦其实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有经验的清醒梦者可以让清醒梦持续30分钟甚至更久，足以完成一场完整的梦境冒险。那么，如何才能让清醒梦保持稳定呢？科学家和梦境探索者总结出了几个非常有效的稳定技巧。第一个技巧叫做梦中摩擦双手。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时，第一反应可能是想去探索这个梦境，飞向天空，穿越墙壁，变出某个想要的东西。但有经验的清醒梦者会告诉你，先别急，先摩擦你的双手。摩擦双手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它背后有着深刻的神经科学原理。在清醒梦中，你的意识同时连接着做梦的大脑和身体的感觉输入。当你摩擦双手时，你创造了一个强烈的触觉反馈信号，这个信号
会加强你的意识与身体之间的连接，让你锚定在梦境中，而不是被意识的漂流带走。更重要的是，摩擦双手的动作会激活你的感觉皮层，大脑中负责处理触觉的区域。当这个区域被激活时，它会发出信号，告诉大脑，我是有身体的，我是有触觉的。这会进一步强化你在梦境中的存在感。简单来说，当你摩擦双手时，你是在告诉大脑，嘿，我在这里，我不是虚无缥缈的意识，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很多有经验的清醒梦者都报告说，摩擦双手是让梦境瞬间稳定下来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你可以试试看，下次在清醒梦中时，先摩擦双手，然后再来探索你的梦境世界。第二个技巧叫做向后看或旋转身体。这种方法利用的是大脑的空间感知系统。当你向后看或者快速旋转身体时，你的大脑需要处理大量的空间信息，方向的变化、重力的感受、视野的切换。这些信息会强烈激活你的空间感知脑区，包括顶叶和颞叶中负责空间定位的区域。有趣的是，这些脑区的同时激活会让梦境变得更加稳定和清晰。科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大脑在处理空间信息时需要更精确、更持续的神经活动模式，而这种活动模式会锁定梦境的结构，防止它因为意识的模糊而崩塌。很多清醒梦爱好者都发现，当你感觉梦境开始变得模糊或者不稳定时，只要简单的转个头，向后看，或者原地旋转几圈，梦境就会重新变得清晰起来。这就像给一台快要死机的电脑按下了重启键，不是完全重启，而是让它恢复了正常的运转。第三个技巧叫做保持冷静的情绪管理，这可能是最重要也最难掌握的技巧。情绪是清醒梦的最大杀手之一。当你过于兴奋、过于恐惧，或者过于执着于某个结果时，你的情绪会像一股洪流一样冲垮梦境的稳定结构。这是因为情绪会激活大脑的唤醒系统，让你的大脑从睡眠状态切换到清醒状态，而一旦完全清醒，清醒梦自然就结束了。所以在清醒梦中，保持一种平静的好奇心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进入清醒梦时，不要激动地跳起来，而是告诉自己，很好，我成功了，现在让我慢慢地、轻轻地探索这个梦境。你可以用深呼吸来帮助自己保持平静，在清醒梦中尝试深呼吸几次，感受那种放松但警觉的状态。这种状态类似于冥想时的状态，意识清醒，但身体放松，情绪平和。在这种状态下，清醒梦是最稳定的，你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同时，避免在清醒梦中做出过于激动的动作，比如不要试图立刻从高楼跳下去体验飞翔。虽然飞翔确实是清醒梦最受欢迎的体验之一，但如果你太激动了，你可能会在跳下去的那一瞬间醒来。更好的方法是先站稳，深呼吸，然后慢慢的、轻轻地想象自己正在飘起来。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些稳定技巧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原则：轻柔而稳定。清醒梦不是一场需要你用力的体验，而是一场需要你放手的体验。你越是想控制它，它就越容易溜走；你越是放松，它反而越稳定。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悖论，
但有经验的清醒梦者都能证明这是真的。一旦你能够稳定地保持清醒梦，你就可以开始探索各种有趣的体验了。飞翔、穿越时空、与历史名人对话、探索海底世界或者宇宙深处，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清醒梦中实现。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有经验者发现，在清醒梦中主动看向自己的手或读一段文字，能让梦境瞬间变得稳定而清晰。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强大的效果？这其实涉及到大脑的视觉运动整合系统。当你看向自己的手时，你的大脑需要同时处理视觉信息、手的样子、运动信息、手的位置和本体感觉、手的存在感。这些信息的整合会强化你的身体感知，让你更深刻地意识到我是存在的，我是活着的，从而锚定你在梦境中的存在感。读文字则利用了另一个原理，在梦境中，文字是极其不稳定的。当你尝试阅读一段文字时，如果它稳定不变，这说明你的意识足够清醒，梦境足够稳定。通过这个简单的测试，你既可以检验自己的清醒度，又可以激活相关的脑区来稳定梦境。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如何进入清醒梦，如何稳定清醒梦。但是在你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之前，我需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清醒梦并不适合所有人。听起来清醒梦如此美妙，似乎每个人都应该去尝试。但神经科学家和睡眠专家却发出警告：清醒梦并不适合所有人。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心理风险。这并不是要吓唬你，而是要提醒你，任何关于意识和心灵的活动都有其风险和边界。清醒梦虽然是一种天然的体验，但它仍然是一种意识状态的改变。对于某些特殊人群来说，这种改变可能会带来问题。第一个风险人群是那些有睡眠瘫痪症经历的人。睡眠瘫痪症是一种发生在睡眠和清醒之间的过渡状态的体验。患者会感到自己完全清醒，但身体却无法移动，有时还会伴随强烈的恐惧感和幻觉。很多人一生中至少会经历一次睡眠瘫痪症，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只是一种令人不适的体验。但是对于有睡眠瘫痪症倾向的人来说，清醒梦可能会增加睡眠瘫痪症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因为清醒梦需要你在睡眠中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意识，而这种意识的边界模糊，正是睡眠瘫痪症发生的前提条件。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经历睡眠瘫痪症，最好先暂停清醒梦的练习，等睡眠质量稳定之后再尝试。第二个风险人群是有精神分裂症倾向或者已经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人。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一就是现实检验能力的下降，患者无法区分现实和幻觉，无法区分自己的想法和外部的刺激。清醒梦的训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弱化清醒和梦境之间的界限。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安全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检验能力足够强，能够在醒来后迅速回归现实。但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这种训练可能会进一步模糊他们的现实感，加重病情。如果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家族史，或者曾经出现过幻觉、妄想等症状，请在尝试清醒梦之前，先咨询精神科医生。第三个风险人群是有严重焦虑症的人。
焦虑症患者的大脑经常处于过度警觉状态，他们的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活跃，导致他们难以放松，难以入睡。而清醒梦需要你在睡前进行大量的意识训练，这种训练本身就会增加你的觉醒程度。对于焦虑症患者来说，如果他们过于执着于清醒梦的成功，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越想成功越焦虑，越焦虑越无法入睡，越无法入睡，越无法体验清醒梦，越无法体验清醒梦，越沮丧。这种循环可能会加重焦虑症状，影响日常生活。除了这些特殊人群之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风险，过度沉迷清醒梦，可能导致现实与梦境混淆，影响日常生活和睡眠质量。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但确实有一些案例记录了这种问题的发生。有少数人因为过于痴迷清醒梦，开始把清醒梦当作逃避现实的工具。他们在现实中遇到困难时，不是去解决，而是选择睡觉，希望在梦中获得慰藉。长期下来，这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功能和现实适应能力。更轻微但更常见的问题是，清醒梦会干扰正常的睡眠质量。因为清醒梦需要你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清醒，这种状态虽然不同于真正的觉醒，但它仍然会占用一定的睡眠资源。如果一个人频繁地追求清醒梦，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白天更加疲惫，注意力更加难以集中。所以，清醒梦的练习需要遵循一个重要原则，它是生活的补充，而不是生活的替代。你应该在不影响正常睡眠和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偶尔体验清醒梦的奇妙，而不是把清醒梦当作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更令人警惕的是，一些极端案例显示，有人因为在清醒梦中过度追求某些体验而出现心理问题。比如，有些人可能会在清醒梦中反复尝试一些在现实中被禁止的行为，暴饮暴食、攻击他人，甚至更极端的行为。虽然清醒梦中的行为不会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但如果一个人长期在清醒梦中满足这些冲动，可能会在现实中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心理模式。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在清醒梦中反复逃避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去面对和解决。虽然清醒梦提供了临时的慰藉，但它不应该成为回避现实的借口。那么，清醒梦的边界在哪里？如何才能安全地享受这种体验而不上瘾？这里有几个建议可以帮助你保持平衡。首先，把清醒梦当作一种偶尔的奖励，而不是每天必须追求的目标。如果你能做到1个月体验几次清醒梦，这已经是很棒的成绩了。其次，在清醒梦之后，记得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回归现实，可以在醒来后进行几分钟的冥想或深呼吸，帮助自己从梦境状态平稳过渡到清醒状态。最后，如果你在练习清醒梦后发现自己出现睡眠问题、情绪问题或者现实功能下降，请立刻暂停练习，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清醒梦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可以拓展你的意识，提升你的创造力，疗愈你的心灵；用得不好，它可能会成为逃避现实的借口，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明智的使用方式是把它当作一种有趣的探索工具，而不是生活的必需品。那么，在了解了清醒梦的价值和风险之后，你可能会好奇，
清醒梦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它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未来展望，清醒梦会成为主流心理治疗手段吗？随着脑科学和神经技术的飞速发展，清醒梦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秘密爱好，而正在成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清醒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家已经能够通过脑电波监测来识别清醒梦的发生，甚至能够通过特定的脑波刺激来诱导清醒梦的发生。这意味着清醒梦不再是一种完全随机的体验，而是可以被一定程度控制的意识状态。最新的研究表明，清醒梦期间大脑产生的特定脑波模式可以被识别和监测。科学家发现，清醒梦发生时，大脑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脑波组合，阿尔法波和伽马波的同步活动显著增加。这种脑波模式与清醒状态下的脑波模式有明显的区别，但又不同于普通睡眠的脑波。通过监测这种特定的脑波组合，研究人员可以在清醒梦发生的同时，实时观察大脑的活动状态。更重要的是，科学家正在探索如何利用这种脑波模式来诱导清醒梦。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触发这种特定的脑波组合，那么更多的人就能够安全地体验清醒梦，而不需要经过长期的练习和等待。这种研究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在心理治疗领域，清醒梦已经被用于治疗噩梦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更可靠地诱导清醒梦，这种治疗方法将变得更加普及和高效。想象一下，未来当你因为噩梦而睡眠不安时，医生可能会给你开一个清醒梦诱导疗程。通过简单的设备，你可以在安全、受控的环境下体验清醒梦，学习如何与噩梦共处，如何在梦中获得疗愈。在教育领域，清醒梦也被探索用作技能训练和知识学习的辅助工具。如果梦中练习真的能够提升现实世界的技能，那么清醒梦技术可能会成为运动员、音乐家、外科医生等专业人群的标准训练辅助手段。想象一下，一位钢琴学生可以在睡前进行梦中练习，在梦中反复弹奏困难的乐段，醒来后发现自己的演奏真的进步了。这将是一种革命性的学习方式。最令人兴奋的是清醒梦与脑机接口技术的结合。脑机接口是一种让人脑与计算机或其他设备直接通信的技术。科学家已经在尝试读取清醒梦者的大脑信号，并将这些信号转化为可见的图像。如果这项技术成熟，未来我们可能能够看到别人的梦境。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它已经在实验室中实现了初步的成功。在一些研究中，受试者在清醒梦中看到特定的画面，同时研究人员通过脑成像设备监测他们的大脑活动。通过分析这些活动模式，研究人员能够大致重建受试者在梦中看到的图像。虽然还很模糊，但已经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开始。如果这项技术与清醒梦诱导技术相结合，人类可能会开启一种全新的交流和表达方式。你不再需要用语言来描述你的梦境，而是可以直接播放你的梦境给别人看。艺术家可以直接在梦中创作电影，音乐家可以直接在梦中创作音乐，
然后通过脑机接口将它们导出为可感知的形式。但是这些技术进步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如果有人能够在你的梦中窥探你的隐私，这算不算一种侵犯？清醒梦中的冲动和行为是否应该被追究责任？如果清醒梦可以被编程，让人们在梦中经历特定的情境，这是否是一种新型的精神控制？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提醒我们，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伦理和道德的边界。对于清醒梦的未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待和担忧。一些科学家认为，清醒梦将会成为人类意识研究的最重要窗口之一。通过清醒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意识与身体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大脑如何创造主观体验。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对科学有重要意义，也对我们理解自我和存在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另一些人则担忧，清醒梦技术可能会被滥用，成为逃避现实的工具或者操控意识的手段。他们呼吁建立清醒梦技术的伦理规范，确保这种技术被负责任地使用。无论你持哪种观点，有一点是肯定的，清醒梦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从少数人的秘密爱好，到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再到未来技术发展的潜在方向，清醒梦正在一步步走出神秘，走向主流。我们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清醒梦可能会成为每个人都可以安全、便捷地体验的意识状态。想象一下，未来你只需要带上一个简单的头环设备，就可以在入睡时自然地进入清醒梦状态。你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练习，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技巧，只需要放松，然后让清醒梦自然地发生。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实际上，相关的技术研究已经在进行中了。科学家已经能够通过特定的脑波刺激来提高清醒梦的发生概率。一些初步的实验甚至已经能够在实验室条件下可靠地诱导清醒梦。虽然距离真正的商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那么，如果有一天，技术可以让我们像看电影一样选择自己的梦境，你会用它来做什么？是去探索那些在现实中无法到达的地方，比如潜入地球的最深处，或者飞向遥远的星系，是与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重逢，在梦中与他们分享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故事，或者与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话，向他们请教那些困扰你很久的问题。是练习那些在现实中难以掌握的技能，让自己在梦中成为钢琴大师、游泳健将或者语言天才，还是 simply 享受那种完全自由、完全掌控的感觉，不为了任何目的，只是单纯地享受那种创造的快乐。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清醒梦都已经向你发出了邀请，邀请你成为自己梦境的造物主，邀请你探索意识最深处的秘密。这份邀请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年龄门槛，没有技能要求，它只需要你做一件事：今晚闭上眼睛，允许自己沉入梦乡。而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你或许会发现一些比清醒梦本身更加重要的东西。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自己比我们以为的更加奇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大脑拥有着远超我们想象的创造力。你会发现，原来意识这个看似普通的现象，
竟然是宇宙中最神奇的存在。晚安，寻梦者。